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念相思本来拍了1个月了，结果现在却传出要把男主侯明昊换掉。最近一阵子，关于念相思的讨论热度堪比夏天的空调，明明该冷静，偏偏一直嗡嗡嗡。起因是有人放出消息，这部在拍的大剧男主侯明昊要被换掉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爆两边粉丝的情绪，有人觉得终于要换人了，有人觉得这是造谣，是恶意带节奏。而真相到底是停拍还是只是风声？更关键的是，念相思这件事看起来表面是换男主的瓜，实际上是一个更大、更老生常谈的问题。流量时代的剧组在商业与舆论之间到底要怎么站稳？当粉丝把参与感升级成控制感，剧方又该怎么收拾残局？下面我们把目前公开的信息捋一捋，再把为什么会吵成这样，为什么贸然停拍换人基本不划算，这2件事讲清楚。1. 所谓停拍换男主，最先需要过的第一关是真假。这次舆论的核心点很明确，有人说念相思要把侯明昊换掉。该剧改编自一度君华的小说《神仙肉》，最早还叫《长生谷》。虞书欣饰演小妖河畔，侯明昊饰演捉妖师道长荣臣子，人设走的是那种仙骨清冷、破碎感拉满的路线。这种设定天生就很容易引发站队，因为观众一旦入戏，就很难理性看待角色。再加上这剧还是大女主项目，虞书欣固定一番。男主属于搭配型角色，从粉圈角度搭配就容易被解读成镶边，结果就是筹备期就开始抵制进组，对立不断升级，尤其是侯明昊粉丝不想他接，听起来像立刻开战的开机仪式，实际上更像是双方在用不同方式宣示主权。2. 开机当日的分家式开机确实很抓眼球，但不等于真闹翻。6月30日开机当天，男女主双双缺席官方仪式，分别去往自家粉丝应援区互动，甚至被网友吐槽全程零交流，于是分家式开机直接冲上热搜。这类场面放在娱乐圈当然是加速器，网友会迅速脑补2人不和，剧组矛盾，幕后换人预兆。但问题是，热搜并不等于证据。剧组开机当天为什么可能零交流？原因可以有很多种，最常见的就包括行程与安排确实不允许同时到场，沟通不到位导致镜头效果不好，这在拍摄现场并不罕见。团队策略偏各自营业，主打情绪价值而不是对话场面。也不排除双方真的在某些层面有分歧，但至少目前公开信息里，换男主这件事缺少硬证据，所以在停拍换人的传闻里，开机缺席只是情绪燃点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论。3. 8月7日的澄清很关键，官方层面的否认，至少证明停拍不是定稿。8月7日有消息称，新浪娱乐独家联系相关知情人士，对方明确回应念相思停拍为假消息。剧组目前仍在正常拍摄中，这句话的分量不轻，因为它意味着至少在当时节点，剧组没有公开层面停掉大纲、改掉男主的动作。娱乐圈当然也有先封口后爆料的套路，但真正涉及合约、违约和重拍，那一定会比口口相传更快出现在更多渠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真要换人，剧组不会只靠一条传闻拖着。4. 商业逻辑这关，基本已经把贸然换人拦在门外。有人说剧组停拍换男主是可能的，但多位业内人士指出，这从商业逻辑看非常不划算。原因也很现实，甚至有点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。S 加项目已拍摄超1个月，素材已经定型。若贸然停拍换男主，需要支付巨额违约金，大量戏份重拍，成本翻倍，排播档期受影响，
剧集可能从优势窗口期掉进拥挤时段。说白了就是在横店这种地方，剧组不是在拍脑洞，是在烧钱。烧钱的前提是换了更赚。如果换人不一定能带来更好的结果，那为什么要做这种百害无一利的操作？所以从专业角度发生可能性极低。5、8月10日停拍时间点太巧，遇上台风预警，更像避险通知被营销号加工。更有意思的是传闻时间，网传停拍日期8月10日，而那恰逢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。台风一来，横店外景受影响是常态。多地剧组确实会采取临时停工避险措施，尤其涉及户外场景、交通风险、用电安全等问题。网友也分析得很贴脸，8月10日停拍极可能是剧组因台风预警发布的临时停工避险通知，却被营销号添油加醋，误传为男女主不和导致的永久停拍。这里有个娱乐圈常见套路。原本是为了安全的临时停工，被写成矛盾升级，所以全面停拍。这类改写手法就像把天气预报写成份手信，读起来很带劲，但事实不一定。6、还有一个更尴尬的点，粉丝闹腾这件事，可能比换不换人更伤。传闻之所以越滚越大，还有一个导火索，有说法称前几天在横店拍摄现场，有人拿激光笔扫于舒心眼睛，据说与侯明昊粉丝有关。不管据说真假如何，这种行为本身都属于非常越界的风险点。因为激光笔对视力有伤害风险，现场也存在安全隐患。娱乐圈当然会有粉丝应援，但应援要讲底线，你可以追星，但不能把追星变成伤害。而这件事往往会造成连锁反应，公众对粉丝的容忍度下降，剧组对舆情的防御成本上升，双方粉丝对立加剧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解读为报复验证猜测。所以即便换男主消息不成立，粉丝的行为依然会影响剧组的整体氛围。换句话说，你闹得越凶，别人越容易把你的闹腾当成剧情素材。7、这种剧演闹换的模式，恐怕也让外界更容易相信新传闻。这次有人提到，侯明昊粉丝其实不止一次表现出替他剧演的倾向。之前网传公寓男主可能是侯明昊，但因为粉丝觉得女主贺楠咖位太低，闹着换女主，结果剧方直接换了男主。这件事会带来一个心理后果，当观众已经见过类似粉丝逼剧组调整的案例时，面对新传闻就更容易先信一半。我们不能因为旧例存在，就把新消息直接判定为真。但从舆论传播规律看，模式相似，就更容易被当作证据。停拍换人的谣言，哪怕缺少硬锤，也会长得特别快。这不是单一演员的对错，而是剧组与粉圈的边界问题。念相思的争议不只是换不换男主，它折射出3层关系。1、大女主项目地番位结构容易触发粉圈不平衡感。2、开机镜头与互动缺失会被无限放大成矛盾证据。3、粉丝越界行为与舆论引导会让谣言更容易被相信，传播更快。而剧组真正要处理的，不是某一条热搜怎么收场，而是如何把商业计划守住。拍摄安全、合约风险、排播档期以及公众舆论带来的成本。目前至少有2条信息指向同一个方向：停拍为假消息，贸然换人不符合商业逻辑。至于8月10日停拍的说法，更像是台风预警导致的临时避险，被断章取义加工成永久停拍。换句话说，这次更像一场把天气当阴谋，把互动当决裂的传播游戏。粉丝可以有立场，也可以表达不满，但当热搜变成武器，当应援变成越界，最后被牺牲的往往不是某个演员的名誉，
而是一个剧组的计划，一个项目的节奏。追星如果只会让世界更吵，那不如安静一点，让作品说话，别让谣言抢戏。